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交流，留言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另外是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ussell。大家好。好，三位老师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因为呢，这个农历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对华人来说是每一年最重要的一段节期。当然，这个春节假期呢，除了大家平安之外呢，也希望2026这一年世界整个全球可以缓和些。不过关键还在于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如何互动啊！当然，我们要说的就是美中的元首最可能的4月要第一次见面。这个习川会呢，现在是全球在高度关注。南华早报最近就指出呢，川普访中的行程虽然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可以预计呢，就是在4月上旬会成型。而这也会是继去年10月份习川两人在釜山见面之后啊，再度的面对面交锋。不过双方的前提最近似乎也浮上了台面啊。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兴博，他认为北京与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角力将会异常激烈。而另外，同样也是在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叫信强，他则直言说，如果从釜山峰会到4月川普访中这段期间，美方对台军售的规模累计冲破300亿美元大关的话，他说中方会完全无法接受，也说呢，川普行事风格难以预测，也无法排除在访中结束后立刻就宣布新军售案的可能性。确实啊，因为这个川普实在是让人家很难去猜测他就是说变就变，而且常常在变。好，但是有一个事实啊，就是美国历届的总统其实都有对台军售，台湾这边呢，历届总统也都曾经批准同意通过，所以呢，这并不是所谓的在画红线啊，只是说如何处理军售议题。尤其我们看到在2月初，马老师，我先请教您啊，因为习川两人在2月初其实元首先通了个话，而且是中方主动打电话，先打给了俄罗斯，再打给了这个川普哈。那当然特别提到的是军售，所以您觉得哈，美中的第一个博弈区块为什么会是在军售议题这个方面啊，成为这个彼此先博弈的？但是军售刚刚特别提到这个规模啊，为什么是300亿元？这个难道超过会有一个风险，还是说军售的内容项目才是关键？我觉得不管是金额还是内容项目，我觉得中共都非常在乎。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美中在1982年签817公报的时候，其实在公报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卖给台湾的武器的质量，就是品质还有数量都要逐年下降。但是因为同时又有台湾关系法出来，那台湾关系法就保留了一个权利，就是它要在平衡就是说两岸之间的一个军力的安全上面，它等于有一点智慧的空间。那这两件事情基本上矛盾，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让美国对台军售，它始终成为美中交锋的一个焦点，而且会有一个解释的空间。对，它会有一个解释空间。那美国当然都有道理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空间很大，因为它诠释权就放在美国手上。那现在就看总统的意志。那川普应该是美国总统历任里面最敢卖武器给台湾的一个总统。那他也不对，然后川普想要保障美国的军工产业的发展，还有制造业发展，那卖武器是一个很便利的一个途径哦，所以看起来美国在未来要卖台湾武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光只有这一笔，然后再加上台湾现在预计在2030年要提升军费到GDP 5%，那 GDP 5%这个很大，这个换算一下大概4200亿的这个新台币哦，就是未来会投4200亿的美金，未来会投入在军事预算上面。对，那这么大的金额不买武器，我们能做什么？对不对？那也就你这样，如果你是老共，你推算下来，不管是美方的意愿或台湾现在的这个军事结构，它一定会采购越来越多的武器。所以中方这边由学者这边先提出了一个说，这个川普说变就变的啊，甚至不排除说在第一次的元首会以后，
结果可能到了5月、6月，他突然翻盘了，突然又开始加大这个军售。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所以习近平为什么在2月4号这么急的要跟川普通话，而且他通话的重点非常强调单一，就是请美方慎重考量军售的问题。那我认为习近平不光是看到这一笔的军售不管内容、海马式或者是额度，他是看到未来的在。可能他在2027年，在这个21大之前，他要接班之前，又要延任之前，他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可是这件事情会立即冲击到他的正当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非常的着急，跟他的内政有关系，但是也跟台湾在未来军购的这个整体的发展趋势有关。OK， 北京现在对华府有出招，但华府当然现在也有应对的方式啊。现在华府呢还对东京出招啊？怎么说？因为呢，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在川普对日本众议院大选之前，我们听到了嘛，他表态说这个支持高市早苗。那在这个前一天呢，其实日方就已经接获了美方政府的高层警告，表示说，川普对于这个日本说要对美国5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进度落后了，所以呢感到非常的不满。而美国呢原本是期望在2025年底前就要确定第1号投资案，但到目前为止呢还在讨论包括天然气、火力发电人工钻石制造，还有整个港口整备的3个候选项目都没有正式的确认定案。所以日方是不是有在用拖字诀呢？这让川普非常的不开心啊。2月12号也看到日本股市当中呢，日经平均指数涨幅一度超过了300点，首次升到了58000点的这个区间。那 Ebury 的市场策略主管他说的很露骨他说日本公共财政已经相当紧绷了，现在如果再进一步扩张支出、增加公债发行，将会提高市场风险溢价，可能会引发新一波债券抛售，而且呢推升殖利率的跳升。日本现在也是一个头2个大了，我相信。那所以骆老师怎么看？好，从金融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高市早苗的政策刺激下，我们最近也看到日股表现得很强劲这会是日本对于美国关税继续拖下去，因为现在美方感觉日方在拖那这是日本的本钱吗？这应该是日本的底气，但是不是他的本钱。OK， 因为川普重视的是你也没有实际来美国投资，投资没有落实，这是他最在意的。那你没有来投资，你的股市上涨，只是代表你有这个底气。为什么呢？因为高市早苗他推出一连串的政策，大家预期有这个涨价，就是说扩张财政支出日币贬值这个减税啦消费税减除，然后还有这个积极的经济的增长的一个政策的策略，所以日本股市大涨，市场正面的看待，涨破了58000点了。这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如果股市上涨，那日本的上市公司它就有钱了，那有钱它就可以去美国投资，这是它的底气。OK， 但是美国在意的是你也没有来川普在意的是这一点，就是你有钱，但是你钱怎么不到美国来呢？对，你没有来，那对我来讲都不是。那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日本的这个企业，你看，我们看巴菲特，他在投资日本5大商社，赚了280亿美金，就是因为过去日本它的利率是零利率，所以巴菲特充分应用了日本低利率这个情况呢，去跟日本人借钱买日本的股票，然后股票上涨以后呢，他把赚的钱拿去付这个利息，完全这种操作实在是股神的级的操作，让我们赞叹不已。就是日本过去都是低利率，但是高市早苗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现在开始要让利率正常化。可是你当利率正常化跟美国的利率没有利差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问题。因为最近它大涨，也是因为外资也会投入日本股市。如果外资的投入减少或撤出的时候，那对日本的股市就有影响。所以我们担心的是这一个情况。那当然，这个经济学者提出来的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日本它的公债占它 GDP 的230%以上，所以它负债比是相当高，是所有的 OECD 国家里面最高的。这大家都常诟病，但日本都说，这个我们这是内债，我们是欠的是日本自己的企业，我们没有欠外债，不像美国，他可能觉得是外债，对，我们日本欠的是内债，所以这个情况不同。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的殖利率温和上涨的话，那可能公债还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你突然暴增的话，那对你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你不得不考虑。
就日本政府现在 OS 可能是我容易嘛，就是现在面对这个川普，觉得说，哎，你怎么钱都还不赶快说要投资美国，那钱怎么还不到位呢？可是我继续想请教你啊，就是因为现在股市上面创高点，你也刚刚提到说有底气，可是这个钱一旦被拿去用来投资美国了，这市场上面一定也有相关的反应，所以后市要怎么观察？的确，他刚刚讲的股债有可能有双杀的情况，因为它高市早苗它的扩张财政支出的话，它会再发行更多的债。对，那发行更多的债的时候，你就会遇到问题，你的殖利率就会跳升。你跳升的时候，你债市就会波动，你波动的时候，你风险的溢价就上升。所以这就有个联动。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股票市场会跌，债市也会跌。因为我们看安倍晋三时代，他那时候发3支箭，但是只有1支半成功。哪1支半没有成功呢？就是他想要改变日本的这个财务状况，这半支箭失败，他想改变日本的这个结构，比较老化的这个结构，这一部分他也失败。对，所以你要改变日本的财政收入，这绝对是日本首相一个最大的挑战。换言之，对日本这次高市早苗大胜，是因为他充分的利用日本人对中国大陆国族主义的这种情绪，让他获得一个压倒性的胜利。但是民众最后到了年底，还是要看我的荷包怎么样。没错，通膨情况有没有改善？那目前通膨是还好，有维持的。那但是老百姓看经济、看政治，绝对是从他跟他身边有关的事情来着手，来看整个政治环境的。是因为这个民众最关心的还是跟自己的荷包生计有关啊，就是如何赚钱跟如何省钱。所以前一阵子不管是高市也好，或者说这个跟他竞争的这些阵营也好，都是在讲消费税要怎么样大幅的调降啊。但问题是财政如何去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恐怕真的是高市必须要去好好的面对。但日本的经验也许有一些可以拿来当做台湾的参考。怎么说？因为在跟美国谈关税这个部分哈，现在美国觉得是日本在用拖字诀哈，可是日本没有觉得说，哎，我们现在用在拖延啊，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既定程序啊。台美双方呢，倒是看到了美东时间的12号这天签署了台美对等关税协定，那确定呢对等关税降到15%。而且是不叠加的。台湾输美的，就是到美国的这个2072项产品啊，豁免对等关税。那么输往到美国的对等项目豁免比率达到了1/5，占对美总出口值36%。那也取得了232条款所课关税的这个最优惠的待遇。可是这一波换来的开放大家也在看是后续的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国产车供应链还有猪肉产业。像汽车部分呢，美制小客车的汽车关税从17.5%调降到0关税，15项猪肉产品的进口关税呢，是12.5%，3年后会调降一半到6.3%或者是10%，所以一件事情总是会有正面跟负面的效应啊。Russ 怎么看这次台美达成的这个协议，它的 pros and cons？ 我身为在台湾美国人，我不得不向台湾朋友说非常感谢你愿意跟美国达成这个协议，因为很明显这个 deal 是对美国的利多是比对台湾的利多还很多。当然对美国是大利多。对啊，这很明显，大家都知道。来政府也不能否认，光是美国车就大量出口。可是我想问的是，那美国车出口就到台湾这边，那台湾就一定要买美国车，然后吃美国肉这样子吗？以后我相信台湾消费者会买更多美国汽车跟美国猪肉商品，以后会越来越多了。美国这些东西非常有竞争力了，对不对？有多几个选择，那当然很多消费者还是会选买这些美国商品了。所以不管是汽车或猪肉商品，美国的品牌，我相信以后在台湾这个市场占市场的比率会越来越高。这是台湾业者要面对的一件事实。所以从前几天台湾政府就立刻宣布，一边宣布我们跟美国达成协议，那另外一边说我们会提供补助给本地业者补助，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的确会影响到本地业者。
好，那川普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做事的逻辑，就是说他当然要扫除，第一步是扫除各国对于美国货物商品的进口障碍，好，就是这个贸易障碍。然后第二呢，就是要所有人啊，各国都去投资美国。所以呢，包括了日本呢5500亿，韩国呢3500亿，台湾呢先期是第一阶段2500亿哈。不只是这三个地方哈，这其他的也是啊，大举的投资美国。那马上4月份这个全球关税就要满1周年了哈，所以你会发现，虽然川普他希望从海外不断的把钱带到美国去，可是每个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也都有他们自己相对应的做法。有没有哪些你看出来？这个实际的做法，其实像日本，我们举日本来讲，他们其实就是在以拖代变，是这样子吗？问题是全球的市场不是无限的，所以虽然你对美国有很多质疑，那你要找新的伙伴啊。那如果是欧洲啊，不管是欧洲哪一个领袖去访问中国，想跟中国做生意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可以了解是一个选择，但是他们是考虑他们自己的经济安全，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不是无限跟中国做生意，不是自由贸易协定，对不对？而且他们希望中国是买他们的东西，但是中国是希望他们买中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虽然通常美国怎么样啊，那我们跟中国谈好，但是他们跟中国到底能谈到什么地步？不是无限的。那另外说，那我们跟非洲或中东、南美洲增加贸易跟生意，但是这个也是别人也要了，对不对？中国也要进入了，美国也要进入了，对不对？所以有其他的选择可以跟他们谈，但是还是要了解美国的重要性，这个也是他们不能避免。所以这么多国家还是答应川普啊，川普要他们降低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他们要接受美国对他们的关税是会比以前会提高，还有部分的国家要投资美国，所以其实这些国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贸易伙伴，但是美国还是最重要。好，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即便是如此，可是呢，有一种迹象是大家都在等，反正就是拖过川普执政的这段时间，这段可能是最 harsh 的，但是呢，等到他其实这个不一定。第一，如果是2028年美国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当总统的话，那他就会延续川普的政策，尤其是贸易方面。那如果民主党选上的话，那很多这些国家在这个时候给美国的贸易方面的承诺，那连一个民主党也不会罢休的，对不对？当然了，比如说欧盟、日本、南韩、台湾答应投资美国那么多钱了，那如果是换一个民主党籍总统的话，他不会说好算了，你不用投资，怎么可能啊？所以今天台湾答应美国所有的项目都一定会延续了，对啊，一样。对，你也觉得拖代变不是只拖到川普下来，而是拖让他产业有个调试的空间，对，有个调试的期间。不要被这个期间我应付来不及，我措手不及，应该是这样的考量。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关心解放军相关的议题，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来关注的是解放军相关的议题啊。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礼拜呢，在8·1大楼，就是北京这边的8·1大楼，以视讯的方式呢，向解放军指挥作战员、还有武警部队官兵以及军队的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还有民兵进行了新春问候。马上要过年了，他说过去的1年很不寻常，很不平凡。而在讲话中呢，特别之处在于，习近平强调，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行职务，尽责，聚力攻坚克难，完成各项的任务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在春节期间这个特别是在前夕也看到了军委副主席张生明也代表了习近平到北京戍卫区这些驻京部队去看望
慰问解放军的官兵，并且强调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求加强练兵备战。好，那怎么样解读这个习近平特别在讲话中去凸显基层官兵这个政治意涵呢？我们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我反而不觉得基层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主要原因是它的场合是在过年前哦。过年前其实就像我们总统一样，他到这个去各单位慰劳，他一定会是慰劳基层，所以我觉得他讲话对象是基层，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是听党指挥这件事情，习近平非常在乎。那因为在中共20大之后，这个整个解放军变成这个主席负责制，其实你看这个是过去的这个胡锦涛时期，跟后来习近平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从9个变7个。那第二个迹象是，你看新华社的这个照片，习近平在现在照片。胡锦涛以前是大小一样，然后跟其他9个常委放在平行的位置，但是习的照片是凸显在非常大的上面。这个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新华社官网上面的这个照片哦，那就表示习他要告诉大家谁是老大，就只有一个人哦，他没有这个集体负责制的问题了，就是主席负责制。所以在整个军事的政治局常委是这样，在军委会也是这样。现在他肃清完之后，看起来暂时也没有要补的意思啊。这个我猜可能也许最快要到2027年，就是21大，或者是也许2026年。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不太会补，但是这个权力就握在他手上。对，那所以他不断的喊话这个听党指挥，事实上他一贯这么喊，但是最近的因为这个重要的军头都被他肃清掉，尤其是张又侠，他握有真正的实权嘛，因为他是军方出来的，有过去战争的经验，然后现在的整个解放军，因为他已经75岁，他在中央这个军委会待的时间又很长，所以他的这个整个军队的指挥能力很强。但是对于一个君王来讲，他碰到两难的困境，要一个忠诚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2件事情如果同时发生最好，但是如果择一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君王来讲，他害怕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属下，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颠覆他的政权。老师，那您怎么看？因为现在军委会现在只剩下2个啊，就连同习近平的话剩下2个，另外一个张生明哈，那大家也在很好奇说，接下来张生明的这个动向。对，这个就是问题。张生明大概就不是一个具有专业背景的一个军人，因为他的背景虽然过去在火箭军，但是他是这个等于是政战出身，有点像我们政战总政出来的。那他管的是意识形态，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党的纪律的问题。后来他就做纪检嘛，就是军队的纪检，所以其实他没有带兵打仗或带部队的经验。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我相信他会很困难去指挥这么庞大的体系的解放军。但是呢，他是一个忠诚的人。所以我不太认为他会变成张又侠第2，因为张又侠他第一个他是红2代哦，这些人这些老红军吃他这一套，那再来他在军队里面的权力很大，这些东西习近平没有，因为习近平不是军队历练出来，所以但是呢，现在的张生明并没有这样背景。所以他对习是没有威胁的，所以我不太认为习现在在中央军委会只剩2个人，包含他自己之外，他会再把这个人给整肃掉，因为这个人对他没有威胁性。OK， 所以还是从忠诚跟能力这2个角度去看哈，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忠诚。好，那《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看到美国 CIA 有一个动作，中情局呢在12号他们发布了一段新的影片啊，这个目标呢是说要招募中国军方的间谍啊，在影片当中也强调说，对解放军内部的一些贪腐的指控，而说呢，这些腐败的行为呢，已经导致多名将军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高层领导被免职。那尤其呢，他们强调说，这个中央军委会啊，其实就是中方武装力量最高的党，这个属于共产党的军事机构。好，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叫里克雷夫，他也表示说，中情局的影片已经触及到很多中国大陆的公民，而且将会继续提供中方政府官员共同迈向更光明未来的机会。我想请教一下 Russ 啊，这个 CIA 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 就是 propaganda， 就是一个宣传哈，这公开高调的宣传说，我现在要招募中方的间谍，说要渗透中国，你怎么去解读他们的这个动作？算是美国相关单位，包含 CIA 的例行的
工作，当然例行性的工作，我觉得 OK，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包含中国啊，我们知道美国到处全球都要招募其他人、其他国际出卖他们自己的国家，提供给美国相关的情势。那当然，目前美国会认为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中国，所以每几个月美国会有类似的宣传的影片会出来，不是最近几年第一次了，已经有几次，但是。我觉得这个 timing 这个时间可能是一个巧合而已，不是因为最近中国一些事件对不对？所以谁被调查，我觉得是一个巧合。我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在放假，中国要放假的前几天公布这个影片。那在中国很多人不会理了，对不对？很多人在准备放假了，所以如果这个 CIA 真的很了解中国的话，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公布吗？有可能吗？点到一个重点呢，其实美方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不从这个中国或者华人的思维去想，你在哪一个 timing 是最适合的？对，2月12号是放假前几天，放长假的前几天公布这个影片，这个合理吗？的确，所以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准备这个影片，然后做完就公布了。对 ，OK， 好。但你觉得说真的，就像是 CIA 讲的，他现在有点像是公开悬赏哈，就是说我要情报，你们都提供给我情报，然后呢，我就是公开，有点像公开招募啊。可是如果他真的想渗透的话，他一定是私底下，他不可能是公开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他公开讲这样的话，他渗透得了吗？还是会有了，还是会有，不管是哪一个管道，美国相关单位的确有各式各样的管道渗透相关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不管是军官、外交官等等，那不管是吸引这些国家驻美国的官员，比如说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或者美国相关单位在中国国内吸引这些人士，这些情报单位要动用各式各样的工具跟管道，这个是很正常。好，因为整体来看，现在已经是2月，马上对华人来说重要的农历春节要来了。那当然，接下来这一整年目前的分析看来都是中美的关系看似会是比2025相较于2025呢会稍微缓和，但会不会是台面上缓和，但是台面下是波涛汹涌这值得关注。不过对于美方来讲，最重要的对川普来说其实是年底的选举，但对中方来说呢，内部的经济问题要先赶快整顿，要搞好。香港文汇报也报道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他说呢，他主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的会议领导全体司局长开展这个对接“15+5”规划的准备工作，也强调呢会领导香港特区政府建构系统性的政策框架，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对重点发展领域做出更全面、更精准、更细致的战略部署，那推动香港更好融入这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也听到了四川省的港澳办公室的副主任马聪，他表示说，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深化川港合作的关键年。他也强调说，香港长期以来都是四川最大的外资来源，所以从金融面来看，因为平常陆老师对金融这方面这个非常的敏锐对国际资本流动也知道，有很多的见解。这一年香港会如何对接中国大陆、北京当局这边国家最重要的“15+5”计划？对香港来讲呢，今年的确是它重要一年，因为这是它第一次把它的香港的政策节奏要跟中国大陆的“15+5”的计划能够紧密结合。它第一次要把它的这个政策要跟中国大陆内地的政策要完全吻合，要推出一连串的措施。那对他来讲有3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维持香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这个定位是不变的。第二个，依然维持所有外资来中国的一个窗口，它是中国对外金融机构的窗口。第三个，香港它要
它又发展它的创新科技，所以它要用今年能够推出30家的独角兽来配合中国大陆发展科技的这个决心啊。对，那的确，香港在过去1年表现非常好，我们是没有注意，因为我们股市太好了，我们都忘了香港。香港仍然是全世界 IPO 第一的。去年表现最好，有119家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然后募集资金是2858亿的港币，哦，是比前一年多了2.2倍，所以全世界它是募资第一的，所以它在金融中间地位全球是第3，但是在募资它是第一的。你看一下，这非常，还有中国大陆的好的企业全部都跑到香港去挂牌，尤其是科技股，像宁德时代去年跑到香港挂牌。它从263港币涨到360几块港币，涨幅到75%，所以它会是所有中国大陆优良企业来募集资金最好的一个窗口，都是在香港。所以我们看香港它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就可以吸引很多外资来持续的吸引，维持它的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这个地位。那它跟上海跟新加坡有什么不同？上海是中国对内的金融中心，但不是对外，香港是对外。对，那新加坡呢？新加坡它没有科技产业作为一个资源，没有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资源，所以这是香港优于新加坡跟上海的一个最大的利基。是，所以香港其实它有一个使命感，因为我记得前几年大概近年来曾经有一度，它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地位是被新加坡，特别在亚洲这边给取代，后来又把它拿回来了就是说这个地位其实是要抓住是非常重要的使命。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会像陆老师所分析的不管是成为这个离岸中心，还有呢大量的引入外资，就会是重点项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